大家好，我们是大书中文又不整齐，这是的。不整齐是我们的特色。Vicky 整个被我们吓傻了，所以你嘉宾被我们吓傻了。叫嘉颖是好，我家族大师中文，然后我是不是也应该取个名字，比如说叫什么大姐中文啊，阿姨中文。你已经是女王了，基督女王中文，女王中文，女王中文，对，已经比我们更高一阶了。对，大家可能听到了，就是今天我们我们的不是直播间，我们的录播间有一位大美女加入我们，就是我们的 Vicky。然后欢迎，Hello， 大家好，欢迎，非常高兴加入我。好，我跟 Vicky 我们是在这个埃及的旅行中认识的，对吧？对。然后我们当时是参加了一个4天3晚的旅行团，豪华游轮游，豪华，这么洋气。然后当时就是我们，因为这个尼罗河这个游览是这样的，是有这个4天3夜，然后这个上面会就是组织好我们每天的行程，所以我们基本上就是到哪里都会一起玩，坐同一个包车，然后还有我们在船上吃饭，我们也是有一个固定的座位啊，所以就是我们就是在这个旅行中慢慢认识起来，然后 Vicky 告诉我很多有意思的故事，然后我当时就告诉他，你一定要来参加大叔中文，我们一定要好好访问你一下。对。其实我觉得就是我和笨叔在旅行当中，就是最有意思的呢，就是我们第一天，当时是一起就是坐车去那个阿斯旺大坝嘛，然后因为我是和一个伦敦，就是那天刚来埃及加入我这个行程的这个就是小伙伴一起，然后呢我们当时看了一眼，就是基本上全部都是外国脸，对，都是外国脸。然后呢，我跟我朋友就坐在第一排嘛，然后在车上你没有看到我是吗？那个时候，对，我没有看到你当时，可能你是不是睡着了？然后是不是比较黑，别人没有就觉得你是中国人？然后我就跟我朋友就很大声在那边说，我说哇好棒，我说这个车上就全部都是外国人，没有人听得懂中文。我说所以不管我说什么八卦，我吐槽什么都没有人听得懂，我们可以随便说。然后我就在车上跟他说了好多的八卦，就是我自己身边的，或者说这个娱乐圈的、足球圈的。结果下车之后，突然听到有2个人在说中文，然后那时候我就很尴尬，我说完蛋了，知道说那么多八卦，秘密都被知道了。你觉得我这人怎么这么八卦？还好你们说的声音比较小声，但是我听到你们有在说中文，所以我知道啊，特别注意。对。然后关键最搞笑的是，就下车的时候，就我那小伙伴就突然就 Cindy 嘛，就突然在跟我说，他说，哎，我发现那边有个人会说中文，哎，而且是一个外国人在说中文，然后跟一个中国人在说中文。是唐华，对，唐华就其实是。那你们是怎么认识嘞？后来？就是因为就发现他们会说中文嘛，尤其是那个就是当时我们有一个利比亚的一个小伙子，就是Ben老师的这个学生，他们都认识，因为就是我，对，他有参加过我们的节目，对，我就觉得哇，就我是我主动去说话的，因为我是有这种就社交牛逼症，就特别爱和别人说话。我说哎，我说你会说中文吗？他说对，他说这是我的老师，然后我说你是教中文的吗？然后Ben老师说对啊，就这样开场了。哎，对 ，Vicky，你看到这2个人，一个中国人，一个利比亚人，你的第一个印象是什么？你的我第一印象是，就是他们俩是不是关系就是一直都非常好，很多年的朋友了。因为我觉得如果说不是特别熟的，而且又有这种语言障碍的话，就是可能不太会约着一起出来玩。就像我身边虽然说有很多外国的小伙伴，就经常会可能比如以前我在国内的时候，在苏州、在南京、在上海的时候，我们会约出来派对啊、吃饭、喝酒，但是我从来没有和我的外国小伙伴们一起就是出去旅行过，因为我觉得旅行是非常考验2个人之间关系的，有很多情侣都会旅行的时候就分手了，对，我觉得一定要关系特别好的这种，就大家知道自己的这种生活习惯，然后可能可以就一起结伴出去玩。然后我就一直以为他们俩关系是非常好的这个朋友，结果呢，他们是第一次见面，就之前网友关系非常好，我很好奇，关系非常好，这个我很好奇是。觉得他们是一对情侣，对不对？一对男情侣嘛。其实我当时想说的时候不好意思问，人家说白老师会觉得你怎么这么八卦，一上来就问这些问题。但是 Vicky 她也有跟另外一个女生叫 Cindy， 然后他们一起旅行，然后他们给我们的感觉也是就是好像认识了10多年的好姐妹的那种感觉，从小一起长到大的。不是吗？
你跟 Cindy 认识没有很久吗？其实我跟 Cindy 是在2020年的时候，就是其实那天特别巧，是我生日，就是我去上海过生日嘛，我的一个朋友帮我办了一个就是派对，然后就邀请了他的一些朋友，然后就那时候是第一次见到 Cindy，因为正好聊到他之前也在伦敦，然后工作啊、学习啊，然后就有一些共同语言，但是那次之后我们就再也没有见面。后来呢，我回了伦敦之后，我们约过一次下午茶，因为就大家都比较忙嘛，然后也都没有见面，直到就是有一次我说我要去埃及，他说你什么时候去埃及？他说你把这个行程发给我。我看如果有时间我要加入你，对，就等于其实在埃及是我们第3次见面，所以我们就彼此给大家一个错觉，就是Ben 和他的这个唐华学生是，对，我和 Cindy 也是很多年，但其实我们都是就是我是见了3次面，他是就第一次，对，我们是第一次真人见面，而且因为 Cindy 也是很爱旅行的，就又很会拍照嘛，所以我们就结伴一起玩，就是因为大部分其实去埃及的很多女孩子，她们都会找一个当地的这个中文导游，对，都会找一个就会说中文的一个当地导游，就防止被骗嘛。那我们也没有，就2人结伴，所以我们在路上也一直被别人问你们俩是不是一对 couple。对，这个真的吗？真有人问你们这个？对，我们就包括酒店就 check in 的时候，因为我们就 share 一个房间嘛，然后也被就是这个小姐姐就工作人员在问，你们是不是一对 couple？ 可能就身高啊、体型啊，这很正常。你在国外旅行，就2个人要相依为命的时候，当然会比较亲密一点，这个很对，尤其在埃及这种地方，对不对？对，没错。那也太八卦了，会问你们是不是 couple？ 他会问你们要一张大床还是2张床这样吗？啊，对，真的是这样啊。我们说我们对床不配啊，只要房间够大就行。对，其实也没有关系，不会介意。对，没有关系啊。是的，对。Ben叔，我问你，在什么样的原因底下，你会觉得 Vicky，你跟他聊过了，跟他比较认识了，你觉得他可以来上我们的节目？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他有什么样的特质，让你觉得哇，他一定要来上我们的节目？就是首先他当时就是告诉我，他这个旅行他是为期1个多月的，就是埃及不是他的终点。我们在埃及玩了那么多天，但是埃及只是他的行程的一部分。他之前还去了土耳其，还在土耳其玩了一大圈。然后从他这个旅行经验，我就觉得那他一定有更多的有趣的故事。对，所以然后我就是跟 Vicky 聊天嘛，就发现他真的去过世界上好多好多的地方。而且他还有一些很冒险的经历，就是我听的时候，我的2眼就一直在放光，我就觉得哇，怎么这么勇敢，就是感觉我要写一个故事都不敢这么写，所以我觉得一定要把他请来听一下他的经历，分享。对，所以我们今天就听 Vicky 说话就行了，我们都不需要插嘴，倾听。所以我今天又可以做1个小时节目了吗？没问题啊，没问题。那这个 Vicky，你可不可以稍微介绍一下你的这个经历？比如说你在中国哪里出生，或者是你整个经历是怎么样？对 ，OK 啊，好，我是苏州人，出生在苏州，然后就是在读大学之前都一直在苏州，但是呢，我是一个精神上的意大利人。对，因为我身边的朋友，为什么？因为我身边的朋友跟别人介绍的时候都说这是 Vicky 他是个意大利人，就这样。为什么是意大利，不是其他国家？因为我特别爱意大利，就是我一共去过64个国家，意大利是64个国家当中我最爱的一个地方，就可能我去意大利应该超过20次了，包括以前就去欧洲旅行嘛，每次去欧洲我的首选就是先飞意大利，在意大利玩几天，然后再去其他的这个欧洲国家。对，首站就是意大利的什么是足球、披萨、足球？跟你说对了，足球。对，因为我从小学就开始看意甲联赛，然后意大利足球就是因为喜欢意大利足球，然后我开始研究就是意大利相关的一些这个历史啊，包括比如说因为它有很多球队嘛，米兰、罗马、都灵啊、威尼斯啊这种的，然后从意甲、意丙，就每一个球队它所在的城市、它的历史、它的球员，它球员是来自哪个国家的，这个国家有什么样的历史和背景，什么样的地理位置，所以也是因为足球，就是我开始对这个世界上瘾，然后在工作了之后有了钱之后就开始就是存钱，去旅行，把钱花光，再开始存钱，再开始旅行，一直这样一个节奏。大概几岁的时候你迷上了意大利呢？我想想，应该是14岁的时候。对。那你那个时候的意大利的球星是谁？因为我不知道你多大。巴乔，没关系，我不看年龄啊，我不看。那巴乔是比较早的，因为我开始踢球的时候，巴乔已经都退役了呀。巴乔是比较早的。你是2000年过后开始踢球的吗？不是，我98年小学6年级，那个时候巴乔不是已经差不多都退役了？没有，98年的时候巴乔还没有退役，那时候还没退役哈。
参加了世界杯。巴巴乔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02、03年左右退役的。但是98年过后，对98年过后开始走不能说走下坡路，就是说在职业的这个生涯的末年了，就是很少出现在公众视线，不会在一线球队了。对，我第一个偶像是巴乔，然后第二个偶像是英扎吉，就都是我知道，跟他同年龄层次的，我发现。对，因为他们其实也属于两代人嘛，就巴乔稍微在。一些英扎吉是属于98年就刚开始出道嘛，对，然后就是因为这个意大利足球，然后开始喜欢意大利，包括它的这个美食文化、风景、历史，就各种对，所以我朋友经常开玩笑说我是一个精神上的意大利人，因为我身边的意大利朋友，他们去过的意大利的城市可能都没有我多，还没你多是吗？很多人都没有听说的，什么 Cremona 什么Novara 什么 Cavallo 啊，就这种非常非常小的，可能就是在中国我觉得连小乡村都谈不上的一个地方，就人口可能也就2-3万，然后就什么特别著名的旅游景点就我都会去啊。真的是。对，然后我是不是意大利朋友会很开心？今天对，那是不是因为你对意大利足球的爱好会影响到你日后的求学过程跟职业？会不会？对，后来也是因为喜欢足球，然后我当然我大学专业学的是人力资源管理了，但是毕业了之后，就是这个工作我一天都没有干过，因为毕业之后我就完全不喜欢。对，我就去了苏州广电，然后就在苏州电台做这个体育节目主持人，就一共干了12年。对，从006年开始，一直到2018年。对，然後2018年的时候呢，我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就是我把工作辞了，然后开始我的环球的一个 gap year 1年，整整1年时间都在国外旅行。当然在18年之前，就在17年的时候，我写了我的第一本书，叫做《做一个拥有世界的穷人》。然后这本书就是就可能我做宣传，就当当网啊，包括像这个京东啊、淘宝啊什么的，包括之前在一些实体书店都可以买到。然后我当时关于什么呀？这本书，对，这本书的内容，对，这本书是讲的我之前去过的，就是截至2017年之前，就是去过的24个国家。的故事，就我旅途当中就看过的风景啊，包括是我喜欢的一些城市啊。然后它有几个部分，就第一部分是欧洲一些很梦幻的这个国家和城市，比如说像布拉格，像这个奥地利啊，哈尔施塔特，就这种很梦幻的一些小镇。然后包括像我喜欢的这个佛罗伦萨。然后还有一部分呢，就是欧洲经历过一些创伤的城市，就比如说前南斯拉夫分裂出来的国家，塞尔维亚，这个波黑呀，包括克罗地亚，就阿尔巴尼亚，就这。然后第3部分呢就是北非。北非其实我当时在埃及之前，我只去过一个国家，叫摩洛哥。然后对摩洛哥的情节，其实主要是因为3毛，我觉得一般就对，就去撒哈拉。然后而且当时去摩洛哥是因为摩洛哥之前的签证非常难，非常难。就首先它很贵，大概1000多人民币吧。第二就是它需要很多的资料，但是呢，在2016年大概6月份开始，对中国公民是免签的。是免签，就是说只要你有护照，你就可以去。对，所以我当时就赶紧就等于是第一波免签，就立马就入境去了摩洛哥。对，有一部分是写的摩洛哥，然后还有一部分写的是那个中东，巴勒斯坦、以色列和约旦。对，主要就是这几部分的一个就是内容，是我之前的24个国家。然后当时我辞职去 gap year 呢，也是想筹备就是我的第2本书，想就是让它更丰盛一些。而且第2本我主要写的是南美，当然现在还没有写完，主要写的是南美。当时从那个就从中北美和加勒比海地区开始，就是墨西哥、古巴，然后飞这个乌拉圭，对，然后再从阿根廷到智利到玻利维亚到秘鲁到哥伦比亚，就整个就是南美差不多大部分国家就一圈是这样的一个。真的，我听完感觉白活了这么多年。我要买这本书。对，等等，我也要。以前我不知道你写书的经历，对，现在我加到我的购物车。Vicky， 你再跟各位听众观众介绍一下你这本书的名字好不好？然后哪里买得到？然后我觉得这本书我觉得好像除了讲述你的旅游经历，好像也把你个人的这个感觉反思也融入到这本书里面，我的感觉是这样子，所以可不可以大概告诉我们？对，其实我那本书呢不是一本旅游攻略，没有，不是旅游攻略，就是怎么样去这个穷游，怎么样去省钱啊，或者说这个景点啊，其实我没有介绍太多，大部分都是我在这个国家就是游历的时候，比如说和当地人的一些聊天、一些感受，或者经历到的一些比较有趣的事情，就有趣故事稍后也会和大家来分享。书的名字呢是《做一个拥有世界的穷人》。
做一个拥有世界的穷人。然后现在 Vicky， 你当初定这个书名的时候，为什么你会把不晓得是自己啦，把自己定义成穷人？为什么？是这样子的，因为我经常被问的最多的2个问题就是花很多钱，你每年赚多少钱？你们主持收入很高吗？你的每年有几百万的年薪吗？你怎么可以有这么多钱去旅行？还有一个就是问题被问的最多的就是你每年有多少假期？因为大家其实感觉到是我每天都在直播，因为我们那时候节目都直播嘛，就每天都在直播，可能每年也就这么就很短暂的假期，就是你怎么有这么多时间出去旅行？包括就是我们，因为我当时是在苏州交通广播，然后我们还有其他比如说音乐广播啊、新闻广播的同事也会问我，你们领导到底每年给你多少假期？我1年就10天假，你是去我也很好奇，对，我们都很好奇。出国一定要好久啊，我觉得一趟旅行至少。包括我身边有很多朋友，他们也会觉得就是好像出国要花很多很多的钱，机票、酒店、吃饭。对，其实我就是想通过这本书告诉大家，就是当你真正规划好你的旅行的时候，你不需要花很多的钱，你哪怕就是每个月只赚几千块钱啊，你也可以给自己制定一个非常完美的旅行，就是你怎么就是这个机票，你可以在这个打折的时候去买，或者说你出去可以找一些就评分高，但是就是酒店质量还非常舒服，尤其是在欧洲，因为在非洲我经常会踩雷，包括中东，就是可能评分还不错，就 Booking 上面可能评分8.5、8.6，感觉评分还不错，但是酒店非常非常差。但是在欧洲，我觉得只要是8.5分以上的酒店，哪怕只要20欧一个晚上，我觉得住的都是非常舒服的。它有这种很好的这种家庭旅馆，然后老板会给你准备好早餐，然后房间也非常的干净，还带独立卫生间，就这些我觉得是需要你去花心思去研究去找的。所以就是其实我是想告诉大家，哪怕你没有太多的时间，哪怕你不是特别有钱，其实只要你想去做这一件事情，你用心去做，你也可以给自己一段非常完美、非常好的一个旅行。就像我在南美玩了3个月，当时对3个月，然后差不多全部加起来就是人民币也就机票加酒店，包括吃饭也就花了可能4万人民币不到，对，大概是一个月1万人民币的这样的一个对，好便宜的，对，其实很便宜了，已经。就很多人都觉得，哎，就没有办法想象，就是我可能就去一个澳大利亚，我都要花4万块钱。对，你怎么在南生活3个月，就看你怎么来规划。然后包括假期也是，其实我以前在电台的时候，就是假期其实是很短的，比如像国庆，大家可能放7天，我们就放5天6天。但那时候对我来说，哪怕我只有5天假期，我也会就是提前3个月甚至半年，就是买一张便宜的机票，就是飞意大利，可能在威尼斯待个在罗马待个5天，就是这样的一个行程。所以我就觉得就是如果说你可以好好计划你的这个旅行的话，真的就是并不是像传说中那样去一趟欧美就是要花个大钱，要花很多钱，要花掉你好几个月的积蓄，就是没有这么。对对对，我同意，没有想象中那么远。从北京到上海坐火车还要5个小时，然后对，从马德里飞到北京的话10个小时。对，所以就对啊，就还好。因为订机票，我觉得是就是如果你提前订，可能航空公司会放一些票出来，特别便宜的。我曾经订过，大概是2400人民币直飞洛杉矶往返。直飞我还1800人民币，然后俄航的这个飞罗马，对，1800人民币往返。莫斯科转机，就是1800，有时候就你看旺季的时候，过年你飞个3亚都不够，3亚单程对啊，3亚更贵，我觉得。对。那你是通过机票来决定你的目的地，还是说你有目的地了，然后你去查机票，看什么时候便宜买？一般来说，大部分时间都是我有目的地去查机票，但是不排除就是偶尔发现一个有便宜的。我之前发现就是飞巴黎往返2000人民币啊，6天，那我就订了飞巴黎的票，然后当中可能去南法待个1-2天，就这样的一个行程。对，Vicky， 你可不可以？因为我觉得你是个非常热爱旅游的人，除了是因为意大利足球队的原因，可能跟你的性格也有关系吧？你觉得你是怎么样性格的人，然后会导致你这么热爱旅游这样的？因为我是很典型的射手座，非常典型的射手。射手座有什么特征？我们不知道。射手座是很热情、自由、热爱生活，对。非常天马行空，还有呢，就是我不太被一些传统的观念所束缚。就比如说，在我大学毕业之后5-6年的时候吧，差不多在我30岁左右，我身边所有的朋友
基本上结婚生孩子了，对，然后就可能我爸爸妈妈也会催我，然后就觉得对，就是你赶就结婚嘛，赶紧生孩子吧。但是我觉得，如果说我把这个时间，就是我觉得人生是这样的，如果你在你的人生当中，你把结婚和生孩子，尤其是生孩子剔除掉的话，你可以有大把的时间去干自己的事情。因为就我也很喜欢小孩，但是我觉得如果有了小孩的话，就是他可能会至少我觉得有5年时间我是被束缚的，甚至可能会更长。对，就是你会考虑到他的这个成长啊、学习啊，对。然后我觉得我可能是一个活得比较自我的，就是我比较更 care 的是我自己的一个生活状态。然后如果说我真的有很多时间，有很多钱，我可能也会去考虑下一代。但是我现在觉得我自己过得舒服是最重要的。所以就是当你把所有的心思就是花的更多的在你身上的时候，那我觉得你就可以有一个完全是你想要的一个人生。那 Vicky 你是不婚主义吗？我不是不婚主义，就是我觉得如果你遇到就是自己特别喜欢的话，人的话是可以有缘分到了，对，有缘分结婚，但是不会为了结婚去结婚因为我身边太多朋友是为了结婚去结婚，然后导致就是现在可能就过得特别不幸福，包括就是尤其是像就之前，因为这2年是我们就一直紧闭了，就之前就是也可以就是想飞就飞的时候，我之前有一个朋友以前也是特别热爱旅行，但是在他有了孩子就之后，他跟我说他已经3年了，哪怕去个泰国，去个曼谷，因为国内飞曼谷非常方便嘛，3小时就上直达。然后他哪怕去个曼谷，也得要全家商量，就不仅是她老公要加入商量，连他自己爸爸妈妈、他的公公婆婆都得要商量，就是能不能制定这样一趟旅行。然后我那个朋友以前也是大概去过可能要近30个国家，但是就因为就是有了小孩之后，大概有近3年时间没有出去旅行过，所以我就觉得这样的是我想要的。我实在太好奇了，Vicky 你茶叔也是2眼放光了，现在糟糕了，终于明白我的感受了，对吧？对 Vicky 我问你，你旅行这么多国家，然后你这么热爱旅行，你会不会向往或者是期待一个异国的邂逅？有没有这样的想法过？是这样子的，就是我自己的这个感情经历呢，其实我之前就是大概在20年以前吧，很长一段时间我的恋爱对象都是意大利男生。就是你太爱意大利了，就是这样子，因为首先我英语其实不是特别的好，就是说简单交流没有问题，但是如果说有一个要跟我谈的非常深入的，就是要聊政治啊，聊一些比如说这个社会啊，或者是就本身的一些经济问题啊，我可能词汇量就有限。然后呢，我发现就比如说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包括就是南美的，可能他母语不是英语的国家的这些男孩。相对来说，他们的英语也不是很好。然后呢，你跟他交流就没有太多的问题，就不像比如我和一个美国人或者一个英国人交流，他会用就是非常标准的，甚至是非常快的一个语速，还有很多他们的俚语来跟你说话。会有点压力。就我觉得语言沟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第二呢，就是因为意大利人就有一个，就第一就长得很帅，第二呢就是很浪漫，还有呢就是还有就是因为我太喜欢意大利了，所以就是如果我遇到一个意大利男孩的话，我可以跟他聊很多东西。但是如果说遇到的是一个美国男孩，我可能除了美国的电影，我对其他东西并不是很了解，就是话题会有限。对，但是呢，就是有一句话这样子，就是千万不要相信意大利男人，就是当他对你浪漫的时候，很有可能他同时对其他女孩子也是这样浪漫，就是骨子里天生的就骨子里对每个女生都好。所以他分不清到底爱的是谁。对，他对你是真爱，对他对你确实是 true love， 他确实是确实很爱你，对你也很好。对别人也是 true love， 他对别人也是。对，这期我们的标题可以是“意大利男人很花心吗？真的很花心吗？”地雷意大利。所以基本上这个Vicky 的爱情都是跟意大利的男生在一块儿，对不对？对，之前是这样子，但是后来就是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就不太想谈恋爱了，就是因为我可能是属于那种恋爱脑，就是一旦就是陷入爱情就很上头，然后就会把很多对我的就是思想啊、感情啊，包括生活啊，就是放在对方身上，然后会忽略自己的一个轨迹，所以后来我就更愿意就是多花一点时间去赚钱，去考虑自己的生活，去出去旅行。然后包括就是旅行的时候也会遇到就是很多异国他乡的朋友，就尤其比如像在南美呀，包括像意大利、西班牙，就是他们当地的人民就比较热情，可能就是哎呀
你来聊天，甚至约你出去喝一杯呀，这个喝个咖啡呀，或者请你吃个饭啊，聊个天啊。但是我没有再考虑过，比如说，当然可能就是也是很浪漫的那种电影的情节，比如像这个就是《爱在日落前》什么 Before Sunrise 那个电影这种。那个，但是我可能是比较胆小的，就是如果说我完全不知道对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一个背景，而且我觉得我的恋爱情商是很高，就是会很容易被人骗，所以这一方面我。要谨慎，就如果说对方谨慎点好，我是觉得是对，就是哎，喝个咖啡，喝个酒，大家一起聊天，然后感觉让这个人还不错，觉得哎可以聊到一起，可以做朋友。那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一般在一个城市，除了在威尼斯，我之前就租了一个房子，就是待过3个月，可能时间比较长。然后其他城市我一般不太会超过1个礼拜，所以也没有办法去长时间的去了解一个人，所以一般都是仅限于朋友。就所以我之前谈恋爱可能还是更倾向于，比如我在苏州工作的时候，或者我在上海工作的时候，对，就是在当地，就他们可能对方是来中国工作，那首先就有一个能保证的就是至少人家没有犯罪记录，对不对？他们对，至少对方没有犯罪记录，而且他的工作是稳定的，而且就我们会有共同的圈子朋友，也知道这个人是什么。就如果完全陌生，因为我之前在小红书上什么也看到过有很多女孩子异国恋在旅行的时候遇到的，我可能还是比较害怕。就是你不知道这个人是什么样的背景，是的，其实刚才 Vicky 说到一个东西，我有点好奇，问问题，就是对，因为我都很好奇嘛。因为 Vicky 你去过很多国家，但是说你在威尼斯待了3个月，就是我其实好奇你在3个月干什么，在那地方能待那么久？是这样子的，就其实我是一个追星狗啊，我特别爱追星。然后当时殷扎吉去了威尼斯做主教练。对，然后之前呢，就是他在米兰的时候呢，因为我也很喜欢米兰，我基本上每次去都会去圣西罗看比赛。你是喜欢国际米兰还是 AC 米兰？AC 米兰，国际米兰是对，因为去米兰的话呢，就是我之前也去内洛，就是去见过殷扎吉，那时候他在那段时间就在内洛，也是在米兰当那个主教练。但是呢，就去米兰的话有一点点难，首先就是相对球票它会比较贵一些，还有呢就是去内洛的话，从米兰过去得坐小火车，然后还得就是要么打车，要么徒步40分钟才能到那个内洛基地，因为它在这个郊区嘛。就比较麻烦，而且还有一个就是因为 AC 米兰毕竟是一个大牌俱乐部，就是你想见球星的话，就其实蛮难的。就是他如果愿意停车，他可能会停下来给你签个名、合个影、聊2句。但如果他不愿意停，就走了，很有可能你一个下午去守着他是吗？对。但是呢，就是后来就是真的，我觉得有时候就是当你有一个坚定的信念的时候，就是真的全世界都会来帮你。就后来他去了威尼斯，然后呢，我之前在苏州学过一段时间这个意大利语，我的意大利语的老师。她后来就因为是中国女孩子嘛，她之前在苏州工作，后来辞职了之后呢，就去威尼斯大学这个就是这个读研究生、读博士，毕业了之后就留在威尼斯大学了。然后呢，她又正好在威尼斯，而且呢，她有一个好朋友是当年就是帮助殷扎吉在威尼斯找房子的一个房产中介。这个故事这么多层关系，对，所以我去威尼斯的时候，就是等于我老师的那个朋友就帮他和因为威尼斯球队当时在打1丙，就意大利第3级别联赛，其实就是一个很小的球队。然后呢，我老师的那个朋友。他和这个球队又认识，就等于就是他其实是在威尼斯旁边一个叫 Mestre 的一个小镇上面训练基地，然后就比如你们可能和周边1公里之内的，就像我们小时候就可能整条街上的邻居朋友都认识，然后他正好跟球队又认识，所以呢就安排了我去球队，就是跟殷扎吉见面这个事情，然后就等于我去了球队之后就不用就像以前一样，哎就很傻的在冷风当中等，他告诉我时间。然后我就在那边等了之后，他又来了之后呢，就是他们球队的经理就会跟他介绍啊，这你的球迷特别喜欢你，从中国来的，你跟他合个影、签个名，然后还送了个礼物给我。然后因为他小球队之后，就是相对来说，就见面机会就比较方便嘛。然后我就每次去意大利，我都会去威尼斯，哎，买个球票，然后去看一下这个比赛，然后跟他见个面，去基地探个班。然后正好后来辞职了之后，就时间比较长，就有多余的时间嘛。而且整个威尼托大区其实也是很漂亮的，包括就是旁边的这个维罗纳，就是莎士比亚写那个罗密欧与朱丽叶的这个背景，包括还有一个就是叫特雷维索的地方，就是意大利著名的甜品提拉米苏，它的这个生产就是起源其实就是在特雷维索，就其实对，包括它旁边还有一个叫德里斯特雅斯，就靠近奥地利的一个城市，从威尼斯过去坐火车也就2个小时，那个城市是著名的意大利咖啡就是以利的一个发源地，所以我就觉得以威尼斯为中心，然后慢慢的放射，就是
周边，对我每天坐1个小时、2个小时火车，我就可以去探索其他城市，就非常棒。正好我老师当时又在威尼斯嘛，就是帮忙就联系了房子，又很便宜。然后就租了一个房子在那边，然后就是又是夏天的时候，就整个4月到7月，就是每天可以看这个亚得里亚海的日出日落，然后又可以去周边去探索，而且相对来说就是又没有罗马那么多的这个就是游客，因为威尼斯主岛它其实就是我不知道你们之前有没有去过威尼斯，就是威尼斯的这个主岛上面圣马可广场又是它最著名的一个旅游景点，就每天都充满游客很多。但是只要你远离这个圣马可广场，其实在整个岛上它有很多很漂亮的这种广场，有很多很漂亮的这个小街小巷，包括你看日落在海边也有很多选择。然后我就慢慢就我身边很多人其实都不喜欢威尼斯，他们都觉得是一个游客城市，但是就是当你住在那边，就真正去了解这个城市，去深入这个城市，然后避开那些游客区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威尼斯是一个非常有魅力的地方。所以后来我在威尼斯当时认识一个小伙子，他是个中国人，然后在那边读书之后呢，就是租了一个房子开 B&B，就是出租嘛。然后那个小伙子特别有意思，他去了威尼斯之后，他在意大利就是读书，当时我认识的时候他已经去了5年了。他说他5年当中他没有离开过威尼斯。他就觉得就是这个岛已经很漂亮了，我都没有时间好好的了解这个，太漂亮了。我为什么再去花时间去看罗马、去佛罗伦萨？也许以后会去，但是我现在时间我只想好好的去了解这座城市。就是我觉得就是一个真的，他可能比当地人还要更了解这座城市。就比如晚上我们坐那个坐船就一站一站码头嘛，因为晚上我是看不出外面任何就是地方的，而且建筑都很像，但是它是可以就是不管船开到什么地方，它可以告诉我们现在到哪一站了，还有到终点了，这边是一个什么东西。就是我觉得当你真正热爱一座城市的时候，就是你就是安下心定下来，就慢慢的去探索它，这是和你就是平时旅行的时候所感受到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以前去意大利可能是走马观花，佛罗伦萨待个3天，罗马待个5天已经算很长了，然后包括西西里可能待2个礼拜。但是就是当我真正的3个月都在威尼斯的时候，就我才觉得我是真正的去了解了这一个区我都不敢说我是了解意大利，我只是了解了这个区，了解了这个城市，就是和当地人一样去生活，去体验这个地方。我觉得 Vicky 一期真的采访不完的，听傻了。我觉得 Vicky 的每个经历都能讲1个小时、2个小时。对。Vicky， 如果要你从意大利之外再选一个国家，你已经游历那么多国家了，你第2个最爱的国家会选哪里？我觉得就其实是分开的，就是如果说旅行的话，就是我建议大家，或者是我自己特别喜欢的有一个国家，包括我之前跟那个 Ben 也建议过，就是以色列。就是以色列我觉得是非常值得去探索的一个国家。但是如果说是生活的话，那我可能更愿意选择葡萄牙或者西班牙或者法国，因为南欧我觉得就是国家其实都很相似，但是每个国家都非常舒服。但如果是从旅行的这个方面来说的话，就以色列是我非常推荐的。首先就是它的一个历史，因为我对就是犹太人那段历史有特别感兴趣，包括之前我也去过那个奥斯维辛，然后到华包括这个去以色列的时候，就是我之前其实因为对这个国家不是特别了解，所有的新闻都是可能在新闻联播上面，或者说在这个网上看到一些就巴以冲突啊，然后又打仗啦，又发生暴动。就是我去，因为以色列其实是我真正意义上去的第1个中东国家。当然在入境以色列之前，我先去了这个就是约旦，我是从约旦进去的。所以在去以色列之前，其实我是没有安全感的。我觉得那个国家是非常混乱，我甚至不知道去了之后会发生什么，而且我身边也没有朋友去过以色列那时候，所以包括我在办以色列签证的时候，就我在申请以色列签证的时候，还遇到了这个领事馆罢工，全球领事馆罢工，就是我们经常在欧洲。什么火车罢工、地铁罢工、公交罢工，或者领事馆罢工，领事馆就是大家会觉得收入很高、工作很稳定的一个地方，就这样他们还能罢工。所以我当时申请那个签证，我等了整整2个月，幸亏我是提前4个月订的机票，就等整整2个月我才拿到我的那个就是护照嘛。然后但是去了以色列之后，尤其是耶路撒冷，就是让我有过一种我全世界这么多国家，说实话，我觉得除了中国。就是你出门你不用担心你钱包被偷，不用担心你手机，就中国的治安是非常好的。除了中国之外，就其他欧洲小偷小摸还是有的，但是以色列真的是让我觉得安全。
安全，不管是就是这种什么抢劫啊、小偷啊，或者奇奇怪怪的人啊，我基本上在耶路撒冷、在特拉维夫都没有看到过，都没有看过。包括我当时在那个就是当地和我去寄明信片的时候，那个邮局那老爷爷聊天。然后当时我就问他，我说就是耶路撒冷是不是很安全的一个地方？我说我来之前一直觉得可能很危险。他说没有问题，他说完全没有问题，因为他们那边就是之前可能发生过这种恐怖袭击，所以就是这个安全系数是会非常的高，基本上差不多每10米，可以说每10米不超过20米就有一个兵带着枪的士兵，而且以色列是一个接兵的一个国家，他就不管男女，只要你满18岁，你必须得，除非你身体对，除非有身体原因，你必须得服兵役，而且是女兵也非常多，就是无论男女都得要当兵，所以就是就去以色列，我觉得是我在整个街上，就是我去过那么多国家，看到过士兵最多的一个地方。然后就因为就是满城都是这个扛着枪的兵嘛，就会有一种就好安全啊，这边不怕发生任何。而且就相对来说，就是犹太教也是一个非常虔诚的一个就是宗教嘛。让我特别震撼的是，就是在那个，比如说我在英国的时候，英国人是很爱看书的，在英国地铁上，包括在飞机上，你会看见有英国人拿着书。然后在以色列，就是不管是就是任何海法、耶路撒冷还是特拉维夫，就几乎在地铁上，在这个公交上，每个人都在读圣经，都在读圣经。就是我去过很多就是这种信仰非常虔诚的国家，但是就是哪怕在就是穆斯林国家，我也没有看到过每一个人都拿着古兰经在读，对不对？但是在这个以色列，真的就是不管是因为他们有一个就是称呼，就是你看戴着帽子有这样头发叫做拉比嘛，就他们这个就是读当中就学术特别高的，就哪怕不是拉比，只是小孩都会看见他们拿这本圣经在读，就让我觉得就是这个国家就是都是犹太人很聪明，就是我觉得他们很多都是联系在一起的，就他们的努力，包括他们的这个信仰非常的虔诚，非常的善良，然后食物我觉得也很好吃。而且，比如说在耶路撒冷，就我可以看到这个很多历史的遗迹，包括像哭墙啊，包括就是对，就是包括我还去过那个它一个轻轨的终点站是那个就是犹太那个大屠杀纪念馆，对，那个纪念馆也是非常的震撼，就是完全还原了2战时候的那些历史，然后尤其让我觉得特别震撼，因为我去过很多的博物馆，就是最让我震撼的就是那个大屠杀博物馆，是它旁边的一个副馆，就是它是一个小屋子，然后走进去呢，当时我走进去的时候就一片漆黑，什么都没有。但是呢，你就听到一个就是女性的一个声音，她在念着不同的名字，就是在一个漆黑空旷什么房间里面，在念着一个又一个名字。但后来我知道才知道，这些名字呢是当时在2战当中死去的10岁以下的小朋友的名字，就是给你一个想象空间。虽然你不知道他长什么样，你也不知道他的生活是什么样，但是当你不停的听到一个不同的一个名字，你会情感上的一种这个共鸣，就是会让你觉得非常震撼这个地方。包括就是他们的整个历史，就是也是一个非常就是悲壮的一个历史嘛，从古代一直到后来，就他们建国，包括就是到这个2战的时候，然后但是去了特拉维夫之后呢，又觉得是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地中海城市，海非常蓝。周边的这个海滩也很细，沙滩上游客也很多，然后就有点像洛杉矶的那种感觉，就是这边海滩旁边是这个沙滩，沙滩旁边就是这个富人区，然后房子也非常漂亮，5星级酒店又林立，就让你觉得又进入了另外一个世界，包括像海法城市，所以就以色列其实我就非常推荐给大家的，就是不要觉得好像经常会在这个危险，对。在新闻上好像感觉听起来很危险、混乱。对它的边缘阶段，比如加沙地带什么那些地方就不要去了。就如果你只是它那几个城市有利的话，就完全没有任何问题。其实我想问一下 Vicky 一个问题，因为我抢了。好，因为他去过，他觉得要排队问问题。最安全的地方，他就是以色列嘛。就是你去过自己的最危险的地方，或者最危险的经历有没有？就是这种感觉，因为去过那么多国家。地方和危险的经历呢，其实是两个地方。最危险的国家是阿富汗。阿富汗肯定理解，对。阿富汗对，因为当时就是我就是以前看过一本书叫《追风筝的人》，就这本书我非常喜欢，包括这个作者后来写的这个《群山回唱》啊，然后对我都把他的这个系列书都看了一遍，就是会有一个好奇心，就是他笔下的这个汉的真实的样子到底是什么样的，所以我就特别想去阿富汗，包括就之前巴米扬大佛被炸嘛，然后我就觉得这
有很多地方，要趁早去，因为你不知道它有一天会不会突然就没有了。比如像缅甸，因为当时地震，就这个很多这个佛庙就蒲甘就这个一些佛塔就震掉了嘛，然后包括像这个巴米扬大佛，谁也不知道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所以我之前阿富汗呢也是在就纠结了很久之后决定要去的，然后包括我去阿富汗之前，我去办这个签证嘛。然后因为他是不就是他接受旅游签，但是你必须得本人递签。然后我还特地去了北京，然后在领事馆门口就早上8点半就是排队去递签的时候，旁边有几个可能年纪稍微比我大一点一些大叔嘛，然后他们就看到我说：“哎，你去阿富汗干嘛呀？”我说：“玩儿。”然后3个人就像看弱智一样看着我，去阿富汗玩，一般都是工作呀，或者是工作，没有办法去那边去工作，外派到那边，就能不去当然不去了。他说你怎么想的？就你脑子正常吗？这人。然后后来包括就是我去递签的，因为他是要签证官一个一个面签的嘛。然后后来签证官就跟我说了一段话，其实我当时还蛮感动的。他就问我你为什么阿富汗？我说。因为我之前看过一本书，当然那个作者的名字我忘记了，然后我也不知道这个书英文应该怎么说，然后我就跟他手舞足蹈的开始比划，我说就是two kids 那个风筝，然后2个小孩去追风筝。故事就跟他比划半天，然后他说他说这本书非常有名，他说我们就很多阿富汗人都喜欢看，然后我说就是因为看完这个书我特别感动，我就想去看看阿富汗什么样的，而且我说我之前有个朋友就是去过，他说阿富汗非常的漂亮，所以我就特别想去，然后他说你不怕危险吗？我说我觉得这个生死都是注定的，就我特别相信宿命，就是你能活多久，你遇到什么样的事情离开这个世界都我觉得不是说我去一趟阿富汗我就会挂掉的，所以我说这我并不害怕。然后他就很开心，后来就直接给了我签证。然后呢，就跟我就是直接给我签了个字，他说你1个礼拜之后你会收到你的护照，我们会把签证给你。他说还有呢，我希望你能告诉你的朋友，阿富汗并不是他们在新闻当中所看到的那样，这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国家，人民也非常的善良，他们非常的好客。但是我并不建议就是在非常时期去旅行，安全是第一位的。但是如果大家愿意去阿富汗看一看的话，他说我们是非常欢迎的。就所以其实我当时是就挺感动的，听到他说这段话的时候，因为这个国家就给世界蒙上了一层他的这个面纱，包括这么多年的这个战争，然后苏联人走了，美国人又去了，然后英国人又去了，然后一直被就是战争侵略的这样的一个国家，然后包括内乱，包括还有就是恐怖袭击，然后所以我去阿富汗的那7天，对，我在阿富汗待了7天，就喀布尔待了5天，然后还有3天在那个2天在。而且你是一个人，不是跟团游，对，我是一个人去的，对我一个人去的。然后其实我一开始去的时候，我有点害怕，就是包括走在路上的时候，都很怕，就是会不会背后突然发生恐怖袭击啊，突然这个有炸弹啊，或者是突然被人抢劫啊，被人绑架啊，就是但是还好，就是反正我觉得我去的那7天，就是可能运气特别好，没有发生一起爆炸事故，没有发生一起。但是在我去之前好像对，在我离开之后，非常可怕的事情，就是因为我在订酒店嘛。然后我当时问过我一个就是因为我那个朋友之前以前是驻外记者，所以他在伊拉克啊、阿富汗啊，包括像伊朗待过。然后我就问他，我说我就选什么样的酒店可能会比较合适。然后他说，你最好不要就是选5星级酒店，因为5星酒店呢就是外国人住的比较多，容易形成目标，可能会成为的对象。他说，如果是当地人的这个酒店呢，就是可能如果他举报的话，你会被绑架，要赎金。然后我说，那我到底应该住什么样的一个酒店？然后他当时给我推荐了一个华人旅馆，一个华人旅馆。然后呢，他是带就是餐厅带这个旅馆的。但我后来呢，还是觉得不是很安全，我就订了这个喀布尔的洲际酒店。就因为其他城市的洲际可能都很贵，但喀布尔的洲际很便宜，我记得大概就500-600人民币吧，可能。洲际是那种国外的连锁大酒店，对吧？5星级的大酒店。对。然后当时我订完之后呢，就是一个5星级的一个连锁酒店。订完之后，大概在我出发前3个礼拜。发生了恐袭，就是而且是我看，对，因为出发前酒店是在山顶上，他是直接就是这个武装车开到山顶上冲进去恐袭，死了很多人，
好像有200多个吧，我忘了。就后来呢，就是我才知道，就当时是因为这个洲际酒店正好在开一个会议，而且好像是一个跟医学有关的一个会议，等于是全世界很多精英都去了，对，尤其是欧美的一些人，然后成为了这个他们的一个目标，对。然后当时洲际酒店就发生了恐袭，那我这个酒店肯定是没有办法住了，然后就他们也退了我这个钱，然后后来我想还是住这个，就是可能华人旅馆会比较安全一些。虽然可能不是特别大，但是你都没有取消机票，你听到这个新闻，我是一个特别靠着订了机票，我好不容易抢到廉价机票，机会难得啊，机会很难得啊，对。而且我觉得就签证好不容易才有嘛，就是如果说我这次取消，我下一次可能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去了，然后我就订了那个就是那个华人旅馆，然后那华人旅馆老板娘呢，我后来才知道，其实她在阿富汗非常有名，我们都喊她红姐，因为她名字当中有一个红字嘛，她是这个其实是一个小别墅，然后改造成了一个旅馆，包括就是中国驻阿富汗的这个大使馆，他们的就是1日3餐，因为全喀布尔只有他这样一家中餐厅。只有他这样一家中餐厅，都是他提供的。然后很多就是比如说像这个新华社、央视驻阿富汗的记者，然后也会去他那边吃饭。然后包括像华为啊什么都有一一些就那边驻点很多员工，只接待华人包括我当时住在他那边，他有几个房间是常年就是租给华为的这个员工的，因为他们就是包括中铁啊什么之类的，就有一些驻外的这个员工都会在那边常住嘛，可能1年2年在那儿。然后我去了之后呢，他有一个司机，那个司机特别逗，他是一个阿富汗人，但是会说中文，一口非常流利的东北中国话，因为他的城市是一个东北人，那个小孩呢，就是等于那个司机可能从10岁的时候就开始在他的这个店里面就帮忙打工，然后现在大概我去的时候可能是20多岁了吧，因为那个红姐在那边已经10几年了，然后他可以说一口非常流利的这个东北普通话，然后包括很多这个对维尔兹他也可以说的非常的流利，对，然后很有意思，然后他就有时候比如说去给这个领事馆就是送餐啊，包括其他人就是一些中国的一些企业，他们租的其他房子，他们都不会，很多人都除了上班就不太会出门，就包括吃饭也是他去送餐，我说那你带我一起去吧，我说我正好路上可以看一下风景，他说好多人都不太愿意出门的，你居然还想看风景，我说我来都来了，对呀，就是来看风景的。对，然后他送我每天他送午餐的时候就跟着他出去，然后下午他就把我扔到一个地方我自己去玩，然后把我第一天就是我当时到的第一天晚上就是他去送餐的时候嘛，当时很多就灯就非常暗。几乎很多路道是没有灯的，然后我说你们这儿是供电不足吗？怎么没有灯啊？他说都是当年被塔利班炸掉的，都炸掉了。然后就包括有时候开过就是西班牙领事馆或者是其他就大使馆或者其他一些大使馆，他说你看这个澳大利亚大使馆这个墙啊，当年被炸掉，这个被炸掉，那个被炸掉，反正就是到处就是被炸的这种痕迹，所以导致就是我一开始在阿富汗的时候，喀布尔那几天就特别小心，出门都是把整个脸都是蒙住的，然后尤其是后来。那个巴米扬的时候嘛，虽然那个巴米扬大佛没有了，但是我想去看看那个班达米尔湖，是一个高原湖泊，就非常湛蓝，很漂亮。我当时呢订的是喀布尔到这个巴米扬，它是有一个直飞的一个飞机，还是那种螺旋桨的这种飞机，半个小时就到了，然后机票不便宜，往返大概它而且不是每天有，它比如说135是去，246是回，对，每天只有一班，而且是就是1隔1的这种。然后我当时订完那个机票，我记得好像要2000多人民币，就半个小时来回就。等于就我飞美国的这个往返的一个机票了，因为它相对这个飞机不是很安全，但是那个路程比较安全。因为如果坐大巴的话，或者坐中巴、小巴去，首先我要穿过有6个小时的车程，然后要穿过到5个塔利班的村子，相对来说一路是危险的。对，所以我就订了机票。但是呢，就是我订完机票之后，在这个有一天，他突然给我发了邮件，把这个机票钱给退给我了。然后后来我才知道，是因为这条航线它只有12个飞机师的，然后有7个飞机师在当时就是我去之前3个礼拜的这个洲际酒店的袭击当中，因为他们也去参加一个遇难了，只剩下5个，所以这条航线没有办法开。那我又不愿意放弃这个，就是你还要去看那个湖，对吗？你好勇，好执着，很坚持。现在对，我说我知道大巴安全吗？他说大巴肯定是不安全的，因为他说你是一个外国人，你万一被人，他说就是举报的话，你被绑架了就完蛋了。而且对我去阿富汗之前，我还买了一个绑架险，就是我才，就是
国的一个就是保险公司可以买，就唯一全世界好像可以买一个绑架险的。它是这样子，就是而且什么意思？就是如果他绑架你，你可以让对，绑如果匪给他打电如果话你被绑架的话，就是他会赔要多少钱？$100,000。对，因为说好像一般，如果你就在阿富汗被，或者是像在伊拉克这种地方被绑架的话，一般赎金是好像是说是10到15万美金。对，所以他就卡着这个点，如果我被绑架，他可以赔$100,000。对，就这样的一个绑架险，还蛮贵的，好像7天要大概1500人民币吧。对，后来我觉得就是防止这个我妈妈到时候把房子卖了去还这个赎金，对不对？所以我还是买了这个补贴一点。对，所以后来就是那个就那个老板娘就帮我找了一辆车，就是他们自己的认识的一个司机，然后呢等于整个车上就等于我像包车去，其实价格跟那个机票差不多嘛。然后呢那个就去之前他们就提醒我，就是首先就是把整个脸都蒙起来，就露一个眼睛。对，第二呢就是你路上就是他说会遇到这个就是塔利班什么的查车，可能会遇到他们会来检查，会来查车，不要说任何话，因为巴比扬人呢，他们有很多就是这个就是蒙古的这个后裔，就长得其实和汉人是非常像，就和我们这边人是。然后甚至就是你会觉得就是就是真的就有一些就是很像新疆人啊，包括蒙古人啊，就是可能有点这种感觉。然后所以呢就是只要我把这个整个脸蒙起来，露一个眼睛，看眼睛是认不出来，对吧？在阿富汗女性是有权利不和男性说话的，就如果有男性来跟我说，我可以对他摇头，我不跟你说话，就完全是可以不开口的。所以呢，只要不开口就是安全的。我说那 OK，然后我去的时候就把整个眼睛啊什么全部都就。所以你遇到查车了吗？遇到塔利班查车？就特别逗的是，就是我刚出喀布尔的时候，就是因为我知道还在喀布尔的这个城市范围内嘛，然后突然就是有一个警亭，然后拦住，然后就查车，然后看了半天，然后走的时候可以走了，然后这个司机跟他招了招手嘛，然后我就跟他说了一个 Thank you， 然后就走了，然后那司机就突然就很紧张，他说你为什么要跟他说 Thank you？ 我说他放我们走，我只是下意识说一句礼貌一下没有问题啊。他不是警察，他说他是塔利班，每一个塔利班都是警察。塔利班 is policeman，policeman is Taliban，do you know？ 然后我当时就吓傻了。他说你接下来就 shut up，close your eyes and sleeping。他说 no photo， 不要拍照，就睡觉吧，对，什么都不要做，你就给我睡觉。然后后来就是一路上大概遇到4、5个查车的，但是基本问什么他们就是要来看一下，然后就放你走。一直到就是巴米扬这个整个范围内，就是安全的，因为巴米扬等于是像那边的一块，就像净土一样的，就是完全给予他们足够的自由的这个权利，也不去干涉他们，所以就到了巴米扬之后就完全没有问题，但是就整个路程会比较艰辛一些，对，所以就是阿富汗那段经历，我觉得可能是我去过的就是最危险的一个国家吧，就是属于真的是每天都比较心惊胆战，但是我们听着的时候就已经心惊胆战了，我觉得可能就运气比较好，所以在那边那几天都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就真正我觉得最危险的一个，就我遇到最危险的一个事情呢，是在印度，就是因为我当时是从那个瓦拉纳西，就是坐那个通宵的夜班火车到阿格拉，对，去泰姬陵。然后当时呢，好多人说这个火车可能不太安全，但其实那个火车还行，因为它是外国游客和当地游客是分开来，就是这个车厢的。所以我就是当时车厢都是一些外国游客，包括就是我车厢对面是一个法国人，他在印度已经玩了3个月了，我也不知道就这个国家有什么样的一个吸引力能够让他玩3个月，因为印度对我来说就是它是一个就是很漂亮，真的很漂亮，它的很多建筑啊、雕塑啊、风景非常的奇特，但是真的很脏，就是脏到没有办法想象的那种，就真的跟传说一样，就是可能往南部去会干净一些，但是比如像德里啊、孟买啊，包括瓦拉纳西啊、恒河，就是非常非常的脏，就是脏到就是我没有办法上公共厕所，我没有办法上公共厕所，就是我如果要上洗手间，要么回酒店，要么找一家看起来非常干净的餐厅，就外面的公厕你是不敢进去的那种。对，然后我坐那个夜班车就是到阿格拉，结果到了阿格拉出火车站的时候，有很多猴子，因为我是非常喜欢动物的人，就看到这种猴子啊、猫猫狗狗啊、什么小浣熊啊，我都会去逗人家。然后结果看到很多猴子，然后结果呢，有一只，因为印度他们是就是有一个猴神教嘛，他们就很多什么牛羊马都有他们信仰，都是神，有猴神，对，所以呢还有猴子庙，对，所以就是印度人对猴子是非常尊敬的，他们是不敢去招惹。
甚至如果你信的是猴神教，你看到猴子你要去拜拜，对，然后就导致那个猴子其实非常的猖狂。然后我当时像我这个中国人，应该是一个像就很年轻的一个中国男孩子，就可能也是独自旅行的，然后看他拎了一袋葡萄，可能在火车上没有吃完拎下去了，然后他走到我前面的时候呢，有一只小猴子就去抢他的这个葡萄。就抢，然后我当时就觉得，我就直接喊了，我说哇，我说这猴子怎么像个强盗一样，怎么可以抢东西？我说他抢你的葡萄，然后我就指了一下那个小猴子，就可能我指的那一瞬间，旁边的老猴子觉得我侵犯到他的这个孩子了，然后就有一只非常大的猴子，它走到我旁边，非常大是多大？而且我穿的是裤子，它抱着一口，就是一口，直接咬下去了，咬一口，咬在哪里？咬在哪？咬在哪里？直接就咬下去了，然后咬下去之后呢，就是我的那个裙子，就等于它咬下去之后，它也不放手，就是咬着不动，然后就一直咬着啊，我都忽略了疼痛感，就是吓死了，我在那边狂叫。后来就来了大概4、5个印度的这个男孩子嘛，然后就把那个猴子给赶走了。但赶走的时候呢，他直接把我的一块肉给咬掉了，不是说他是入口，直接把一块肉给咬掉了，然后我那个腿不停的流血。然后我当时就吓哭了，我当时真的就吓哭了，因为我也会吓哭的。万一什么病怎么办，对不对？然后后来我就问有没有 taxi，where is taxi？ 然后有一个就是印度的一个，就是他们其实也不是开出租车，就是可能自己有车。然后他说就是我可以送你去医院啊，我当时都不想讨价还价了，就不管多少钱，赶紧把我送医院。对，当然。我说医院，我说附近有医院吗？他说你有2个选择。你可以去公立医院，公立医院是不要钱的，游客也不用钱，但是要排队吧？你可能要2天到3天的时间，然后你可以去私立医院。然后他就问我，他说你有没有买保险？我说我正好还之前买过这个境外险嘛，就是遇到一些情况，好像是低于多少钱就是可以报的，然后低于5000人民币吧，对，是可以给你报销的。我说不管你先带我去我说私立医院要排队嘛，他说肯定也要排，但是应该很快。比较快，然后就带我去了他查了一下，就带我去了一个最近的一个私立医院。然后前面是一个孕妇在检查嘛，然后那医生就说，就是你等5分钟就好。然后5分钟之后呢，我进去了，那印度医生特别逗，然后我就坐在那边，他说你怎么啦？然后我就一边哭一边说，我说我被一只猴子咬了，被猴子咬了，还在流血。然后那医生他说哦 baby。Don't worry, don't cry， 就是不要哭啊，不要说是吗？他还叫你 baby， 所有人都被猴子咬过，没有任何问题的，打针就好了。然后就打了狂犬疫苗，对，就打了狂犬疫苗和破伤风的这个针吧。然后一共要打，然后就把我那个脚就这样包起来，对，然后对，一共是就狂犬疫苗要打5针嘛，就全世界都是统一的。因为我印度正好待就是大概10天之后我就回苏州了，然后回了苏州之后再继续打疫苗，然后后来去了意大利之后再继续打疫苗，就是全世界打狂犬疫苗。接下来对。然后因为那个疤就咬得特别深啊，就导致我的脚就是后来其实到现在都一直没有好，就是说一直有一个伤疤在上面，就没有办法去。然后当时我朋友还跟我开玩笑说，你要不要去？因为我身上有一些纹身嘛，他说你要不要在那个脚踝上面去纹个多一个造型？对，我说我不要，我说这是就像就是很多士兵可能在战争的时候身上会有这个刀疤，会有这个枪伤，就觉得是一种纪念。我说这就是我在印度旅行的一个标记，对，就当它是一个纪念了，对，对。所以也是就是通过这个事情，我也是想提醒就是大家，如果说你出去玩，就是有些人可能会很喜欢小动物，就是在外面尤其是一些野生的动物，就土耳其就不是有很多猫嘛，就相对来说还行，因为土耳其就是世界最爱猫的一个地方，他们的野猫也非常的温顺。但是包括去南美，它可能会有一些类似于像什么浣熊啊这种乱七，就是还有什么猴子啊之类的一些野生动物，就是看到野生动物尽量还是远离距离，因为你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可能你觉得它很可爱，但是它没有被驯过，不是像我们家里养的猫猫狗狗这样，就可能下一分钟它会扑向你。就如果在旅行的时候遇到这种事情，其实是蛮麻烦的啊。对，我被野狗追了1公里，就是在卡帕多西亚呀，就在卡帕多西亚那边对啊，我就是按地图走，然后我想抄一个捷径，不是埃及，是在土耳其。然后我就是走的那个地方，就是不知道就是走的没有人的，然后后面就是有4只野狗，一边对着我狂吠，一直跟着我。我开始以为是谁家的狗，但是发现最后是野狗，他们就一直跟着我。
那时候我挺害怕的。你是跑的还是快走的还是？对，对，但是他说你如果被狗追的话，你跑得越快，他追得越快。对，所以我就慢慢的走，我没有不想惹怒他们。不要跟他有眼神的交流。对，没错，我不看他们。对，因为我小时候我爸爸一直跟我说，如果被狗追的话，你就蹲下来，他蹲下来，他会以为你要捡石子扔他，他会害怕，他可能就不追你了。但你如果拼了命的跑的话，他会觉得就是猎物，我会追得更快啊。理解。这个 Vicky， 我问你，这个我们现在都谈你的旅行的经历嘛，我是蛮好奇说，你已经辞去工作了，对不对？对。你都不会担忧因为你辞去工作还是热衷于旅行，那你的金钱方面的来源你会怎么思考？然后还有就是你觉得你日后会有什么对自己的规划？我现在已经听到你可能要出第2本书了。有没有其他有趣的规划？对，因为我之前呢是存了一笔钱，就是当时是觉得就是至少我1年的 gap year 的这个费用是可以 cover 掉的，但是后来呢，我把 gap year 延长到了2年，就整个2018、19年都在旅行啊。然后后来因为疫情嘛，就是20年的时候就是出不去啊，然后就在这个就是等于是在国内工作了2年。对，然后工作2年又存了一些钱，然后包括我现在来英国，因为我有这边的这个签证和居留嘛，就是在英国的话，就是反正也是，因为我现在不是考虑太多全职的工作，因为全职的工作我觉得就是，尤其是如果再回国，就时间真的是全部被工作给占据了，然后而且我也没有什么特别这个远大的一些计划，比如说要买大房子啊、买好车啊或者什么之类，就是我觉得我赚的钱就够我生活、够我玩就行了，所以就是我觉得可能会做一些兼职啊，就是或者是比如说做一些这个直播啊，然后就是带货直播之类的，因为这个的话是不限制地方嘛，就哪怕我在国外，我跟国内还是可以做一些合作的，对，然后包括前2天还咨询这个 Ben 老师，就是如果说我去教这个中文的话，有没有这个当然有可能，现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大部分都是这个学习中文的同学，对，所以他们听了你这些故事，我觉得他们一定有兴趣想跟你上课。对 ，OK， 那我不是抢文老师的资源了吗？没有，不会，学生好多的，对，学生很多。是首先就是我也就是可能天生的这个性格吧，我就很喜欢跟人交流。虽然我没有做过老师啊，但是就是我很喜欢跟人交流。然后包括就是语言方面我也很感兴趣，只是因为可能没有时间，再加上也不是特别聪明的一个人，就是所以只学过意大利语。但是不管是就西语啊，包括法语啊，就是其实我自己很有兴趣去学。那我觉得如果说我去可以教中文的话，那肯定是面对世界就是各地不同的这个学生。那在这个教过程当中，或者在其他的可能私下也会可以成为朋友，那我也可以了解到就是世界各地不同的一些就是他们的一些我所看不到的，在网上在电视上在新闻里面所看到的一些他们的一些生活的故事。那这样的话我是觉得相对就第一又可以赚钱，但是我也不知道能不能赚多少，就第一就至少我觉得可以赚一些生活费，第二就是可以有更多的人去交流，然后我也很愿意去比如说学习他们的一些语言啊，就是一些的东西，包括他们就是国家的一些历史啊、背景啊、地理啊。就像我们这次在埃及的时候，就是贝老师的这个学生就唐华嘛，这个利比亚小伙子，他还说就想邀请我们，就是他要当我们的导游，对，到今年了，就想邀请去利比亚玩，因为其实大家对利比亚也是。感觉是一个非常动荡的、非常动乱的一个国家，而且前几年还有这个就是撤侨的这样一个事件，包括像《战狼》这个电影啊，就是大家总觉得这个国家非常乱，就不能去啊，就很那个。但是在跟唐华的，就是我们在就旅行的时候交流，他也说利比亚其实它的撒哈拉沙漠就是比摩洛哥、比埃及的那个区域要大多了，而且要漂亮很多，而且利比亚其实有很多可以去玩、去参观的地方，但是很多人都不知道，所以就是我觉得我们接下来可以一起组织一下，等可以办签证的时候，可以去那边参观一下。所以我就觉得，就是把工作和这个爱好和生活结合起来是非常棒的。而且因为可能就是我来了英国之后才发现，就是在国内的话，大部分其实大家都发现都是朝9晚5的工作，朝9晚5都是做了很多都是996，都是996，就是。你会觉得就是好像身边的所有人，他把所有的精力和时间都放在了工作上面，甚至就是你如果说真的每年可以赚很多钱，我觉得
我也可以接受，我可以把我的就是生活全铺在上面，那我赚个2-3年或者3-4年，我可以躺平，我躺平2-3年在，但是其实并没有，那我就觉得为什么你不选择另外的一种方式呢？就是而且尤其在就是来了国外之后，我就发现就很多人他可能可以居家办公啊，或者其实包括像英国，我有很多朋友，他们其实都是一个 part time，还有就是一些朋友。在英国可能会比如说做代购啊，甚至有一些会去餐厅打工，因为他们的这个时薪其实，因为像欧美的话，他对这个劳动力是非常尊重的，就是如果你是付出劳动力的，就是他其实时薪还给的蛮高的，包括就是还有一些小费啊什么。然后那如果放在国内，可能会觉得就是说，哎，你说你这个一个研究生毕业的学历，就是你还在国外留学，你这个去端盘子，好像觉得是很丢人的一件事情。对，你必须要这个出入高档的办公楼啊，这种 office 才觉得是好像跟你的身份匹配，但这边好像我觉得根本就没有关系。没有，我身边还有朋友就是博士毕业了，就是在一个意大利的就在意大利嘛，他在意大利的一家冰淇淋店这个卖冰淇淋，然后他觉得卖冰淇淋有点非常开心的事情，然后每天赚多的，对，就是工作，我觉得其实没有什么贵贱之分，没有什么就等级，就是首先你觉得快乐，然后你觉得赚够你花，然后可以就是让你的生活有一个保障，然后你觉得很开心，还有足够多的时间去干自己想做的事情，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对，回头把你的 IG 的信息放在视频下方，如果有学生感兴趣的话，要直接去联系你。然后那个把书名也书的名也都标注一下，对我蛮有兴趣的。谢谢。对，其实这个很重要啦，我觉得透过跟 Vicky 聊天，我们也会特别觉得说，人生就短短这几十年嘛，其实有很多选择。选择在你，不是别人过你的人生，是你自己去选择轨迹。对因为我觉得有些时候就是人考虑太多，你像一般人去阿富汗怎么都不会去，会考虑很多很多问题。想太多 ，Vicky 就直接就去了，直接就去，Vicky 就直接就去了，我就觉得真的这很勇敢的事情。去和不去2个选择，就是这些地方我没兴趣我不去，我有兴趣我就一定要去。所以我书上就是封面上就有一句话，就是世界很大，人生很短，所以一定要把生活过成自己想要的样子。对，很重要，没错啊。跟 Vicky 聊完，我就顿时觉得自己好渺小，要去更多地方。这感觉你真的看了那么多。所以 Vicky 你未来的目标就放在南美洲这些国家吗？还是你不设限？南美就是因为我大部分都已经去过了嘛，而且南美我觉得就是大家真的要趁年轻的时候去，因为太累了，就是太累了。当然在美国，你在美国生活，就你在北美生活的话，过去很方便。但大部分人其实是从国内或者从欧洲，就亚洲或者欧洲过去嘛，就很远。首先，我当时从国内飞，我是去墨西哥嘛，去墨西哥当时也是因为看了那个《寻梦环游记》的动画片，就很震撼，所以我就觉得。记得我应该是那一年上映的时候是冬天，然后我就决定就是明年的这个亡灵节，他们亡灵节是10月31号、11月1号和2号，我明年的亡灵节我一定要去墨西哥城，然后。我当时是从上海杭州，对，我当时买的那个往返杭州的这个机票，杭州往返洛杉矶，然后是直飞的，因为当时特别便宜，含税就2400，对，然后到了洛杉矶之后呢，如果从洛杉矶飞这个墨西哥城单程，好像我记得要4-5千人民币，就很贵。但是呢，如果我飞休斯顿，再从休斯顿飞过去，就是加起来的机票好像就1000人民币，所以我就折腾了一下。从这个洛杉矶又飞了休斯顿，然后从休斯顿再飞到墨西哥城，然后墨西哥城之后呢，我去的是就墨西哥，我玩了一圈之后，最后从他们的那个加勒比海的度假胜地就是坎昆，飞的古巴，对，飞的哈瓦那，然后再从哈瓦那就是。本来我是想一路就是下去的，但发现从哈瓦那飞哥伦比亚又很贵，所以呢，我还不如就往下飞，因为我发现就是飞这个乌拉圭相对来说要便宜很多，可能就1/10的价格，所以我又飞了乌拉圭，然后再从乌拉圭去了阿根廷，阿根廷又去了世界尽头那个乌斯怀亚，然后再从这个阿根廷就是乌斯怀亚那边又去了智利，然后等于是反过来再到这个秘鲁，因为我就觉得南美如果说我每次只飞一个国家，往返30多个小时太累了，所以还不如就多玩一次把它玩完，对。对，不管是坐大巴车还是说坐这个飞机，而且基本上没有火车嘛，因为火车很少，然后就非常非常累，就不像欧洲，可能你2个小时、1个小时就到另外一个国家了。坐个火车，你可以直接从奥地利到这个德国，就很方便。但南美真的因为太，而且它每个国家的签证这个要求不一样，比如像有些国家是你需要提前办电子签，有些是你有美签，比如哥伦比亚和这个玻利维亚不是需要签证的。
玻利维这个哥伦比亚和秘鲁是你有美签，你就可以直接落地签。然后还有你要到了那边去申请其他国家签证就很麻烦，所以我就觉得还不如就一次就多玩一下。所以就是南美，巴西还没有去，对，因为巴西那次来不及了，巴西，我觉得起码得留个1个月的时间在巴西，对，所以巴西就是错。所以巴西的同学要邀请啊，留言告诉Vicky，对，Vicky，我希望你给我们听众或观众几句话。可以鼓励他们，或者是你觉得你的人生可以给他们怎么样不同的启发？可不可以给我们观众或听众几句话？然后，如果你想要成为中文老师，你也可以来 promote 自己一下。对，就是首先我觉得因为我不知道大家爱不爱旅行，但是其实旅行是会上瘾的。就是哪怕你曾经是一个很宅的人，一旦你接触了这个世界，而且我建议大家旅行，就是不要仅限于自己的这个国家，一定要走出去，看看别人的国家。怎么样的？因为我其实有时候也会经常，就是包括我自己的微博啊，然后一些社交媒体，我也经常会被一些人骂，就是说祖国大好，对，你为什么整天往外跑呢？就是我一般遇到这个，就可能我会凡尔赛的回一句，不好意思，我在30岁以前就把中国已经玩遍了，已经玩遍。对，太好了。然后就是你不要觉得我好像不发这些，因为那时候社交媒体没有这么就在2008年以前吧，就还没有微博啊什么之类的，就是没有这么多东西可以让你发，可能大家只能在我 QQ 空间看。就是真的，我在30岁之前，我是把就中国基本上玩遍了，然后后来就是08年之后，我就开始往外走，然后就会发现，就中国真的是很漂亮，就是包括有很多地方，就是可能国外都不可能有这么美好的这个景色，但是其实我更愿意去体验的是一种跟我不一样的一种生活状态，跟我不一样的肤色、不一样的长相、不一样的语言。就是你去体会别人的一种生活，还有就是你所在书上看到的，比如说你以前喜欢的电影，你喜欢的一些书上的，那它真发生的地方到底是不是这个样子的？我觉得需要你亲身去看。对，还有就是我们经常会看到，就包括我身边也有人经常会问我，这个欧洲是不是很乱啊？就是是不是很危险？就其实这个世界就。任何一个地方都是有危险的，都是有危险的，但是并不是说这些危险会阻碍你的脚步啊。因为我觉得路是自己走出来的，你选择什么样一条路，你所看到的风景，你所体验到的人生，其实都是自己去计划的。所以我觉得每一个人都应该走出去，走出你所在的这个圈子，你所在的这个国家，去别人的地方看一看。而且其实我特别喜欢去一些就是可能不是特别发达的国家，因为像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就北欧就很有钱嘛。我之前在北欧我也都除了冰岛就没有去过，其他就像瑞典啊、芬兰啊、丹麦什么我也都去过，确实会让你觉得就是很漂亮、很安静，物价很高，人民生活水平很幸福。但是就是你没有这种特别震撼的地方。相反，当时我去了，比如说像这个就以色列，包括像巴勒斯坦、像阿富汗、像印度、像约旦这种，我会觉得很震撼。包括这次埃及也是，因为其实大家如果看小红书上有很多留学生，就他们会往埃及跑，都会找一个当地的地陪，然后会劝退，就是说就不要来埃及啊，埃及就很坑啊，或者。就埃及昨天我在小红书上跟一个就是博主的一个帖子就留言嘛，就是埃及真的是很坑，就到处出租车司机会乱要价，然后会有很多小商贩就跟着你，然后你买东西都是很虚的价格，但是我觉得这些并不影响这个你去探索这个国家，因为它可看的东西太多了，你不能因为这个出租车司机很坑，你就这辈子都不想去看金字塔了。否定了这个国家。金字塔周边都是很坑的一些人，那你不能因为这些小商贩，你就把这个奇迹就在你的这个旅行的 list 当中删除。没错。对，没错。所以我觉得就是不要听别人说什么好和不好，只有你自己去经历了，自己去体验才知道。对，说的太好了，我觉得。听了看书听了我们两个我们两个宅男去旅个游吧。对啊，你们两个要对，快真的，我都想旅游了，不要一直坐在家里。对，哇，太精彩了。好，那Ben叔你帮我们结个尾吧。对啊，就是最后就感谢 Vicky，然后真的过来跟我们分享你的经历。我觉得就是这个小时就是觉得哇，信息大爆炸，然后就感觉随着 Vicky 的脚步环游了世界一圈。对，真的。然后大家一定要留言，然后你们有什么感想，或者 Vicky 提到了你的国家，你有什么想法的话，也可以写下来告诉我们。
对，我觉得有机会一定要再请 Vicky 回来聊天。比如说，有一期专门做意大利的，我也可以来。对，没问题，一定会再邀请你来的。我觉得太精彩了，故事。对对对。好，那今天就先跟大家说再见了，然后依依不舍的跟大家说再见了。对啊，好的，那谢谢 Vicky 啊，大家再见，下次再见喽，再见，拜拜。